2元的停车费，3元的纸巾，4元的头绳。我没想到，在我跟男友提出分手后，他第一时间给我发了一张分手账单过来，还扬言让我把这笔钱都还给他，他才能同意分手。看着他这个举止，我真是觉得可笑。看来他是忘记了，他的顶配苹果手机、LV 的鞋子都是我买给他的。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没有想到，在我跟楚瑶提出分手的那天，他做出来的事情并不是挽留我，而是直接当着我的面就打印了一张长长的分手账单放在我的面前，并且语气冰冷地开口告诉我：宋希禾，你想要跟我分手，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们恋爱2年，我在你身上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还有金钱，别的我就不跟你算了，但是这笔钱不能就这么算了。看着那份摆在我面前的账单，我的眉头反而愈加紧蹙起来。2元的停车费，3元的纸巾，4元的头绳，35元的电影票，99元的特价餐，以及他给我买的150元的银饰。我真是没有想到啊，他跟我恋爱2年，竟然在背地里记下这么多花在我身上的详细消费。看着此刻站在我面前的他，我的内心只感觉一阵冰凉与失望。我的视线落在账单最后面的数字时，没忍住嗤笑了一声：10539.32元。我想楚瑶当初写下这个账单的时候，应该没有想过我给他买的顶配苹果手机就远远超过这2年他在我身上花费的钱了吧。楚瑶见我微微呆愣，一言不发的模样，于是清清嗓子继续开口：宋希禾，也不怕实话告诉你，其实我早就已经厌倦你的存在了。你看你跟我恋爱2年，只让我牵手，也不让我碰你。作为一个男人，我需要发泄自己的欲望，你明白吗？所以跟你分手我没有意见，但是这个账单上的每一笔消费你都要还给我，不然的话，你别想从我身边离开。原来在他的眼里，我不过就是一个他发泄情欲未遂的女人，真是可笑。想到当初我在这么多优秀的男人中选中他，真的是年少无知啊。我深呼吸一口气，让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毕竟越是这种紧要关头，我就越不能失去理智。我就那份文件随意地丢在茶几上，而后抬眸面带微笑地看着他。楚瑶，都说亲兄弟明算账，既然分手了，物质方面的事情是要算清楚。闻言，他的唇瓣微微勾起，然而下一秒，他却再也笑不出来，因为我再次出声：不过，既然我把这个钱给你的话，那你是不是也应该把这2年我花费在你身上的这个钱也原封不动地还给我？就比如你的苹果手机、你的 LV 鞋子，还有你生日我转账给你的8888元，这些钱说少也不少。等明天我把账单理出来，到时候也发你一份。楚瑶大概是没想到我会对他说出这样的话，片刻的微愣后，他的脸色开始阴沉下来。宋希禾，当初这些东西明明都是你主动赠予我的，你现在要回去算什么意思？我笑了，还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对着我说出这番话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当初我们约会的时候也是他主动约的我？另一方面，其实我也能理解楚瑶会这样激动质问我的原因，是因为他不过就是一个的工薪族，1个月5000的工资当然让他无法承担得了这样高消费的生活水平。要是把这些年我送给他的东西都列一个清单出来，大概少说也有10万了吧。宋希禾，我告诉你，
自由赠与的东西是不存在偿还这种说法的。而且你可别忘了，分手是你主动提出的，不是我。如果这笔钱你不给我，那你就别想摆脱我。楚瑶丢下这话后，转身夺门而出。公寓在一番吵闹声后再次陷入平静，平静的好像我们之间从未有过方才那般因为利益的不合而难堪的对峙。然而摆在桌上的那张清单此刻正轻飘飘地被风吹动着，就像是在无声中打我的脸，让我感到那样的难堪跟可笑。可笑自己这2年来的付出，到头来不过得到了一张冰冷的纸。夜幕降临，月亮躲在云层后面，阴沉的心情逐渐将我整个人笼罩起来。另一张茶几上是昔日我们恩爱的合照，而如今看来，止于无尽的讽刺。第2天早上，还没等我睡醒，公寓门铃声就此起彼伏地响起。我没有想到，楚瑶的姐姐竟然会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更没想到她会来我面前质问我关于分手这件事情。楚瑶无父无母，从小就跟姐姐相依为命。我知道她很听姐姐的话，却没想到她竟然愚蠢的连我们分手这种事情都事无巨细地告诉她姐。楚梦看到我刚睡醒邋遢的模样，蹙眉很是不满地看着我。宋希和，我真是不明白，你这好好的提出分手干嘛呢？我不想回答他的话，毕竟我跟楚瑶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总是在背地里对我阴阳怪气，甚至还感觉我一个城里人配不上他弟弟这样一个乡下人。见我没有理会他，他的语气这才微微收敛了些许。希和呀，2个人谈恋爱哪有不吵架的呢？把问题说清楚，这不就好了吗？没必要动不动就说分手，你说是吧？而且呀，你看我们家楚瑶多好的一个人，抽烟赌博什么都不沾，还这么有上进心，只知道上班下班，节约用钱，私生活干净。这样的男生真的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你看看你自己，每天只知道在家里吃喝玩乐，也没个正经工作。你这样的女生能被我们楚瑶看上，自己就偷着笑吧。是啊，在他的眼里，他弟弟永远都是最优秀的存在。这些人从来都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只会将所有的错都推到别人的身上。而且我并没有如他所说那样没有工作，我名下的产业随便哪个拿出来就能抵得上他们姐弟俩打一辈子工赚到的钱。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为什么还要如此想不开去工作呢？更何况像楚瑶这种靠劳动赚来的钱是永远比不上靠脑力赚来的钱。只可惜在楚梦这种鼠目寸光的人的世界里，不工作就是游手好闲。看来我跟他们家还真是一开始就三观不合。我轻笑了一声，而后出声打断了他的话。我们分手也好，恋爱也好，都是我们之间的事情，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更何况他不过就是一个2本大学毕业，从乡下来的土包子，在我一个985毕业城里人的面前，你们有什么炫耀的资本？我现在还很困，需要很好的休息，没空听你讲这些废话，请你滚吧。楚梦被我赶走后，我也没有了睡回笼觉的兴致，索性就起床，简单的收拾了一下自己。用完早餐后，我心想，反正现在跟楚瑶也已经撕破脸皮，于是就将公寓里面曾经送给他的那些东西都整理出来。那些在昔日象征着我们爱意的物质，在如今看来却是那样的可笑跟廉价。我想，也许在他的眼里，看到的永远都是利益，而不是曾经我对他付出的那些真情。我将这些东西都卖给二手市场，毕竟当初我给他买的东西没有一个是廉价的。
这些东西最后卖了5000元。回家后，我刚打开公寓的门，就看到楚瑶坐在沙发上，我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我只想着将那些东西给卖掉，却忘记把公寓的门锁先换了。这套房子当初还是我买的，还没等我在玄关换好鞋子，就听到楚瑶一脸愤怒地对我开口：“宋希和，谁允许你动我的东西？”我知道他已经发现自己房间里面的东西少了些许，而那些我卖掉的东西都是高端的奢侈品，也难怪他会这样炸毛了。看着他这副模样，我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而后走过去，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并且将钱包里的5000元摆在他的面前。楚瑶，话可是要说清楚的，那些东西本来就是属于我的，当初付钱的那个人可是我，而且呀，我可没有忘记，我现在还欠你1万多，把这些东西卖掉，也算是可以偿还一些我欠你的恋爱债务，不是吗？这5000元就给你了，毕竟这个钱是你应得的。楚瑶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甚至开口质问我是不是疯了。他看着那价值上万的东西在一夜之间变成了5000现金，被刺激得双眼猩红，扬起手就想要打我。下一秒，他的动作就因为我的嗤笑而被迫逼停。楚瑶，动手打人是违法的，严重的话可是要走法律途径的，你可要好好想清楚。这一巴掌下去，要是我把你告上法庭的话，只怕到时候你请律师又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呢。你确定真的要动手吗？片刻之后，他扬起的手就这样硬生生地落下，垂在自己的身侧，而我也清楚地看到了他拳头紧握，手被青筋暴起的模样。对于楚瑶来说，利益永远是第一位，而我用利益来威胁他，永远都不会失败。宋希和，我告诉你，那些东西你卖掉也就算了，但是从今天开始，这个公寓里的所有东西你都不准碰，直到你把这份钱交给我，否则你别想离开，更别想跟别的男人交往。楚瑶果然如自己所说的那样，从那天开始，他就不再出门上班，而是跟公司申请了居家办公。甚至为了防止我再动他的东西，他直接在淘宝花费了5元买了2把小锁，将他房间里的衣柜锁上，又将书桌放置值钱物品的抽屉给锁上，吝啬程度简直就是刷新我的世界观。而这些还不过就是一个开始，他更是会在我出门的时候跟在我的后面，生怕我借口逃走，从而不还他的钱。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想过要不直接报警处理，但我转念一想，突然有了一个更好对付他的办法。我开始不动声色地将他当成是空气，无视他像个苍蝇一样围在我身边的模样。这天，我简单地给自己做了3菜1汤。楚瑶闻到饭菜的香味，于是拉开餐桌的椅子就准备就坐用餐，却在拿起筷子的时候，被我放在他面前的收款码惊讶了一下。楚瑶，想要吃饭可以，可你要付伙食费，毕竟亲兄弟明算账嘛。你看，米饭2元，青菜10元，番茄鸡蛋15元，红烧狮子头25元，莲藕排骨汤35元，一共是87元。欢迎微信或者支付宝。我面带微笑地看着他，狠狠地把自己的筷子就这么甩在桌上，而后转身离开。行啊，宋希和，你厉害。书房的门被他狠狠地关紧，直接一巴掌拍死他有什么好玩的？我要的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果然那天之后，他就再也没有上过餐桌吃饭，每天1日3餐都是泡面。笑死，都要分手了，难道还以为我会可怜他吗？
我就是把剩饭剩菜喂给狗都不会给他，这样一个没有良心的男人。就这样过了3天，公寓的门铃声再次响起，门被打开后，楚梦又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微微挑眉，知道他过来准没好事。果然，他在进入书房看到楚瑶垃圾桶里面那满满一堆的泡面桶时，生气地转身就质问我：宋希和，你作为楚瑶的女朋友，就是这么照顾她的吗？你真的是太让我们感到失望了。我咬着香甜爽口的苹果，微微挑眉而后，将视线落在了此刻站在楚梦身后的楚瑶身上。他以为搬出他姐我就会怕他，殊不知我以前可是校园辩论赛冠军，论吵架我还真没怕过谁。我笑了一下，而后将苹果丢进了垃圾桶里面，用纸巾擦拭干净，随后开口：楚梦，你这话说的就不太对了。按照严格来说，其实我们的感情已经破裂了。既然感情破裂，我也不喜欢他了，那就谈不上什么照顾他这种说法，这是其一。其二，当初在我提出分手后，也是楚瑶自己不留情面的给我拿出了一张分手账单，说我要把恋爱期间交往的钱都还给他。既然他给我算得如此清楚，那我自然也要跟他好好算算。他想要吃饭，可以呀，只要付钱就行。难不成还想着前女友给他当免费的保姆吗？简直就是做梦吧。不过楚梦姐姐，你要是这么心疼你弟弟的话，也可以亲自过来1日3餐的照顾他呀。放心，我绝对不介意的。自私的弟弟自然会有一个自私的姐姐。楚梦听到这话，支支吾吾地扯开了话题，而后只落下一句让楚瑶好好照顾自己，便离开了公寓。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如果照顾弟弟的1日3餐没有钱不说，自己还要讨钱。他们姐弟俩所谓的那份亲情，在利益面前根本就算不了什么。那天之后，日子稍微安静了几天，然而1周后，楚瑶的上司还是上门了。只因为楚瑶这样长时间不在公司办公，很影响公司项目团队的运作。在上司的面前，楚瑶又试图将这一切的责任都推到我的身上，却被我都一一戳破。上司得知我俩分手，还涉及所谓的分手账单后，一时间对楚瑶的印象很差。上司离开后，这次楚瑶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一巴掌狠狠地落在我的脸上。我没有支撑住，就这么跌坐在地板上。宋希和，你真是该死！楚瑶还想要继续殴打我，却在接触到我手机里面的视频时，动作戛然而止。因为我的手机视频里面播放着他跟另一个女生暧昧不清的画面。你如果再继续动手，我就把这个视频投给记者。我想他们应该很乐意看到这样三角恋的八卦，而你不仅会因为这个而失去你的工作，连带着那份账单都会因此不作数，最终只会落得一个人财两空的下场吧。权衡利弊后，楚瑶深呼吸一口气，而后对我开口。这大概是在我提出分手后，他第一次对我这样心平气和的对话。希和，这个只是我当初一时间鬼迷心窍下做的错事，不能当真的。这个视频你给我，你要是把这个视频投放到网上去，我的人生真的会就此毁掉的。好歹我们曾经也是有过亲密关系的人，我知道你不会眼睁睁看着我就这样失去一切的，对吗？毕竟这样对你也没有任何的好处啊。我看着此刻蹲在我面前试图给我打友情牌的男人，真是觉得他实在有够厚脸皮的。他是怎么能够说出这些话来的？见我沉默下来，他继续对我劝说：希和，我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对吗？不然的话你也不会继续跟我住在一起。希和，
以前的你都是很温柔、很体贴、很爱我的，为什么现在我们会变成这样针锋相对、斤斤计较的模样呢？我捂着脸颊，而后手掌撑着地面，就这样从地上站了起来。从他出轨的那一刻，他就应该知道，我们之间就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第一次发现楚瑶出轨的那天，是我生日那天。他打电话过来告诉我说，今天公司项目很多要加班，因此没办法陪我过生日了。我体谅他的不容易，于是在没有提前告知他的情况下，将饭菜都放在保温杯里面，甚至还将小蛋糕都细心地贴好，装在蛋糕盒子里面。可我没有想到，我竟然会看到楚瑶跟另一个女人亲吻暧昧的模样，甚至还听到他们的对话。你不是有宋希和了吗？你这样做不怕他发现吗？楚瑶轻笑了一声，而后将他直接搂到怀里。怕什么？那个蠢女人每天只知道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我早就对她没兴趣了。再说，我跟她在一起，只是因为她愿意给我花钱。你是不知道，她出手可大方了，有这样的一个提款机，难道不好吗？两人的嘲笑声让我感觉浑身冰冷一片。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原来对于楚瑶来说，我是这样愚蠢的一个存在，愚蠢到可以让她随意玩弄。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跟她提出分手。回忆因为楚瑶的声音而被打断，她微微叹了一口气，而后对着我示弱般的开口：宋希和，算是我求你了，你一定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去。这样吧，只要你答应，那个账单上的钱我可以给你便宜1000元，这也算是我最大的退让了。听着他的这话，我差点没忍住想要一巴掌扇在他的脸上。我觉得他可真是有够厚脸皮的，他背着我跟别的女人搞暧昧，现在怎么还能有这个脸让我帮他保守这个秘密的呢？我冷笑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楚瑶，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也好心提醒你一下吧，这份账单是我这几天抽空整理出来的，里面是我跟你恋爱这2年的时间为你花费的金额，一共是10.5万元。你放心，我绝对不会给你做出任何的退让，10.5万，少1毛都不行，听懂了吗？楚瑶当然不会就这样同意，她怒瞪我一眼后，而后再次回到书房。深夜，我起床去喝水，却在经过他书房的时候，无意间听到里面有说话的声音。楚瑶大概是以为我睡着了，所以将话筒开了扬声模式。姐，宋希和想要跟我分手也就算了，可是他竟然发现了我出轨的事情，这可怎么办呢？要是出轨被公司知道，我一定会被赶出去的。我好不容易得到这样的工作机会，不能就这么没了。姐，你快点给我想想办法呀！楚瑶焦急不安的声音听得我微微扯了一下嘴角。原来楚梦也知道楚瑶出轨这件事情，可就算是如此，她不仅帮着掩护她弟弟，甚至还敢厚着脸皮来讨伐我的，不是吗？房间里片刻的沉默后，楚梦的声音开始传到我的耳内：小瑶，你别担心，不就是出轨吗？到时候我们也想个办法制造宋希和跟别的男人出轨的事情，这样一来，我们先倒打一把，还怕他什么？而且我们还可以说这是他自己出轨，还污蔑我们，对不对？这样一来的话，他不仅需要赔偿我们精神损失费，就连那个分手账单都不会是问题。通话声挂断后，我生怕他发现我知道了这些事情，于是木讷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房门被我关上的那一瞬间，我再也支撑不住，就这样跌坐在地毯上。我没有想过，他们自己做错了事情，竟然还在背后这样算计我。一种无力感将我紧紧包围。
但我知道，眼下的我要做的不是伤心，而是必须振作起来。楚瑶对我做的那些事情，以及他对我的算计，我都会一件件的还给他。我主动约了楚瑶出轨的对象出来见面喝咖啡，女人名叫张红。咖啡厅里，她看到我不过微微笑了一下，但我却没有错过她眼神里面对我的鄙夷之情。不过这些我都不在意，毕竟今天我过来并不是想要说这个的。然而还没等我开口，张红却突然告诉我，她怀孕了。宋小姐，如果你识趣一点，那就好好跟楚瑶分手，不要再纠缠不清了。你应该知道，楚瑶心里已经不爱你了，不然的话，她也不会亲口说她喜欢的人是我。我端起咖啡，微微抿了一口，看来她还什么都不知道。不过这样也好，张红，你知道不愿意分手的人从来都不是我，而是楚瑶吗？还有，其实我们分手的原因并不仅仅只是他出轨这么简单。楚瑶有躁狂症这件事情，我想你大概不知道吧。安静的空气在我们之间流转。张红开口问我，我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并没有开口回答他，取而代之的是楚瑶的确诊单，上面清楚地写明楚瑶有长期服用躁狂症的药物。片刻的沉默后，他嗤笑了一声，宋希和，你的这个把戏未免太拙劣了些。这些文件只要你稍微付点钱就能得到，谁又能得知这个的真假呢？我知道张红不会这么简单被我糊弄，而我想要的不过是借此机会挑拨他跟楚瑶之间的关系。他一直以为楚瑶是真的爱他，却从来都不知道，对楚瑶这样自私的人来说，谁的爱情都不如他口袋里的钱来得实在。见我没有立马应答，张红继续开口，宋希和，别以为用这种小把戏就能骗过我。我跟楚瑶之间的感情不会因为你的三言两语而有任何的改变。他的情绪有些激动起来，连带着声音都变得有些尖锐。我点点头，端起咖啡，微微抿了一口，而后轻笑了一声。张红，你一直以为楚瑶很爱你，那我倒是很好奇。我猜你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不短了吧？为什么到现在楚瑶都没有说要光明正大的跟你在一起，而是选择让你做见不得人的第三者？而且我猜楚瑶应该从来都没有跟你说过，不肯分手的那个人是他而不是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在他紧蹙的眉头下，我将那份分手账单放在他的面前，因为楚瑶告诉我，如果想要分手，就必须要把这些年他花费在我身上的钱都一分不动地还给他。我们之间2年的感情，终究还是抵不过1万元现金这个数字来的重要。张红捏着账单的手已经开始无法控制地微微颤抖。我知道他的心已经因为我的话而开始不受控制地动摇了。见状，我继续开口，张红，你想要跟他在一起，或者跟他结婚，我都没有任何的意见。但是你觉得，就算今后你们真的在一起，楚瑶难道就不会用对我的这个方式来对待你吗？你也不要妄想自己有了孩子，他就会有所改变。因为一个人骨子里与生俱来的自私，是永远都无法变的。楚瑶爱的只有金钱，跟他自己。看着张红愤怒离开的背影，我勾唇微微一笑。回到公寓，我拎着饭菜刚回到厨房，就看到楚瑶慌张拿着车钥匙离开的模样。视线落在我身上的那刻，他的眼底闪过一丝狐疑不决，因此而微微一顿。想要用餐的话，先付钱吧。闻言，他用极其鄙夷的眼神看了我一眼，而后直接夺门离开。果然如我所料，张红背着楚瑶准备拿掉孩子，
而楚瑶这段时间为了照顾张红，只能选择跟他住在一起。直到他从张红的口中得知，原来他突然会做这样的决定，是因为跟我见过一面，气得楚瑶直接回到公寓，并对着我下了狠手。躁狂症发作的他，是谁都没有办法控制的。他就像是想要杀了我一样，对着我拳打脚踢，甚至还不断地辱骂我：宋希和，你这个贱人，去死吧！昔日的楚瑶终于亮出了他的真面目，那样丑陋不堪又让人作恶的真面目。宋希和，谁允许你背着我去张红的？你知道我出轨的事情也就算了，竟然还敢动我的孩子，你他妈简直就是找死！无情的拳脚落在我的身上，我忍着身体的疼痛，微微一笑，告诉他：楚瑶，有本事你就打死我，不然下次死的那个人可能会是你自己了。片刻的沉默后，他脱掉衣服，挽起袖子，将我往死里打，直到我奄奄一息躺在地上的时候，楚瑶这才满意的离开。肿痛的眼睛努力了好久才睁开来，窗外刺眼的光芒刺痛了我的眼眸，眼泪无法控制地顺着脸颊开始不断掉落。我的视线落在电视机背后隐藏的摄像头上。楚瑶，你会为你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的。医生的确诊书，我身上那些再显眼不过的伤口，还有楚瑶背着我出轨的证据，都在楚瑶照顾张红的时候被我全部曝光在网上。我说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最好的办法。这些消息在网上发布出来的那天，也意味着楚瑶很快就要陷入无尽的黑暗地狱了。详细朴素的文字很好地说明了他跟我的这2年期间对我所做出的那些家暴行为，以及他背着我出轨别的女生。楚瑶不会知道，从我得知他出轨的那一刻，我就绝对不会让他这样好过。背叛我的人都会得到应有的报应。我甚至还将他给我打印出来的那份分手账单也发到了网上。这些帖子一发出来，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浏览量上百万，网友们在瞬间炸开锅，纷纷为我抱不平。分手账单，这也太可笑了吧！谁谈恋爱是不花钱的呀？卧槽！送礼物送150元的银饰，我们出去吃个饭都比这个贵啊！跟这种人在一起，真的是还不如单身一个人过，何必给自己添堵啊？就是要曝光这种渣男，让大家都好好擦亮眼睛。不过半个小时的事情，这条帖子就被挂上了热搜。而楚瑶得知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从邻居的口中，因为我将他的照片也直接发到网上，因此不少人看到他的第一眼就认出了他。这个人就是那个躁狂症的男人吧？是啊，真不知道他怎么还有这个脸跟别的女人继续交往啊。听说隔壁那个女人怀孕了，要是真的怀上了他的孩子，那可真是太丢脸了呀。只能说渣男配贱女，绝配。邻居将楚瑶跟张红在小区楼下买菜的样子拍下发到了网上，一时间不少女性同胞为我抱不平而选择上门讨伐他。楚瑶根本就没有想到，等他知道这所有一切的时候，事情竟然会发展到这个地步，让他根本就毫无回天之力。他也不会知道，这一切都是我跟张红联手做出来的事情，就是为了让他失去一切。那天楚瑶对着我暴打的视频被我同样发给了张红，从他回复我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场局我成功了。这2年来，他如此利用我的感情，利用我对他的付出，难道还妄想可以跟我平安分手吗？简直就是痴心妄想。不管怎么样，起码这次我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楚瑶的电话打过来的那天，我刚把公寓转卖给了别人，
签署好转让合同。接通电话，楚瑶怒不可遏的电话就从话筒那边传了过来。宋希和，你他妈是不是找死啊？他没有一句对我的道歉，而是威胁我，让我将发到网上的那些帖子都一一撤销，不然的话，小心我让你不得好死。我听着他如此激动的声音，没忍住嗤笑了一声。楚瑶，你觉得现在你还能够威胁到我吗？还有，不得好死的那个人是你，不是我。他无法接受这些，于是大声地咒骂着我，并且试图为自己辩解。宋希和，不过就是出轨，你去社会上看看，现在哪个男人不出轨？还有，你竟然在未经我允许的情况下，将我患有躁狂症的事情给发到网上。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也是，他向来最会倒打一把，而且也最会为自己找各种的理由来解脱。行啊，既然你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错误，那就让大众好好看看，究竟是你对还是我错。说完这话后，我不再理会他，直接挂断电话，并将他的手机号码拉进黑名单。网上的事件在短时间内热度只增不减。意料之中，楚瑶公司也得知了这件事情。楚瑶试图想要为自己辩解，可还没等他开口，公司的解聘通知就送到了他的手里。他没有料到自己竟然会被开除，而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其实他被开除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匿名给他们公司发了一份文件，而这份文件就是他利用自己的私职盗取公司的私密文件，并且将这些文件都高价卖给对手公司，以此谋取利益。他也不会知道，那份文件是张红亲手交给我的。那天之后，不过短短3天的时间，楚瑶的世界变成了一片废墟。他试图想要努力找证据来反驳我，却发现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办法，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后来等到律师过去找他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只能选择乖乖地跟我分手，并且将那些年我在他身上花费的钱都一分不动地还给我。毕竟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等待他的只会是无尽的精神损失费以及索赔。不过1周时间没见，楚瑶整个人憔悴的让我感到陌生，胡子邋遢，整个人看上去是那样的疲倦。可这些对于他当初对我犯下的错误来说，根本就不值一提。金钱到手的那一刻，我直接将他们都交给了身后的助理去办理。楚瑶，走到今天这一步，也算是你罪有应得。说实话，从你算计我的那一天起，你就在应该知道，终有一天你会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毕竟风水轮流转。楚瑶后来的事情，我是听张红说的。彼时张红已经跟他分手，他赔偿我的那笔钱已经花费了他将近1半的财产，因此在被公司开除后，他只能选择去找工作。可他的那些事情已经在商圈里面人尽皆知，众人没有一个敢聘用他的。而在那之后，他面临的只有失业。后来就在他失魂落魄回去的时候，在路上被人纷纷在背后辱骂。本来就心情不好的他，躁狂症开始发作，直接拿过路边水果摊的水果刀，就朝着那些人狠狠地捅去。虽然最终被男人制服，但他还是因为故意伤害罪而被关进了监狱。听说后来他在监狱病情发作，也试图打人，可最终反而被人家给打成了残疾。我没有应答，微微沉默片刻，这是他应得的后果。他这样的人从一开始就不配拥有好的下场。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
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